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来宾，何孟华议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牛许婷委员、江义珍议员、江敏清院长。好，那么川普昨天才说，美国驻中东的这些使领馆除了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呢，其他都可以先离开，军人要守，但军舰可以走。才刚讲完，就大家就判断说，中东好像情势要紧张了因为呢，主要伊朗的这个核谈判现在要进入第6轮，谈了5轮如果谈成，以色列也不爽；谈不成，美国不爽所以呢，反正都不爽那才讲完这个话，以色列就已经攻击了，以色列就已经宣布攻击伊朗，而且以色列宣布他自己先宣布进入紧急状况以色列先打。他这边哈马斯还没打完，那边在打伊朗那另外呢，他集中了伊朗中部的重要核设施然后呢，以色列情报组织 Mossad 同步破坏防空及飞弹，伊朗的航空及飞弹系统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他讲片面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伊朗也回击了那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这以色列这德黑兰伊朗算是中东的军事力量比较强的了，相对来讲那其实事实上，这个伊朗之前就以色列没打他就警告，他说你美国如果介入我会打你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基地这道理很简单，就我伊朗可能打不过以色列，我伊朗也打不过你美国，但是我打你在各地的基地，我能力是够的不管突袭你、轰炸你，我能力都够，你基地上能摆多少美军嘛那说伊朗已经可以制造15枚核弹那伊朗也谈判，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叫我们通通不能做浓缩铀就算你们把我的浓缩铀设施炸了，我们很快就会恢复了，炸了有什么了不起？都在我脑袋里，炸了再炸我立刻再恢复也没多了不起以色列总理警告说呢，以色列打伊朗会持续很多天那另外呢，这个中东4个国家领空都关闭了所以呢，航班赶快闪然后现在中东那边就全面净空没有飞机，看到没？这么多飞机在这里在这个图上面，但这个地方是净空的，没有个飞机在这边，都挤到旁边去了，这也蛮危险的其实那另外呢，以色列重创伊朗军方跟核科学的高层，其实以前伊朗好几个都被炸死了，暗杀掉了，只要说你搞核的科学家把你杀掉传这个伊朗的参谋总长跟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都被杀掉了那伊朗反击，那但是好像也不太有力朝以色列发射了100架无人机，那以色列我全力拦截中，因为它蛮远的，你的无人机到那个地方去，真的能够打到的也没几架都被拦截了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打德黑兰，所以打响了中东战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尔说，我们没有参战，但是警告伊朗，虽然美国没有参战，你不要打我美军冤有头债有主，不要去打美军以色列人说打伊朗至少打2个礼拜美方会不会介入？美方现在是第一时间是沉默的，川普不讲话因为他其实心里面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呢，隔天说要开国安会议那川普说我事先知道，但是美国没有参加，就以色列有告诉美国那另外呢，这个 IAEA 通过谴责伊朗的决议就是国际原子能总署谴责伊朗有谴责伊朗，伊朗警告要报复甚至退出这个核子不扩散的这个协议我退出，我就发展我自己的要打来打吧，我们看一下。伊朗首都德黑兰，放眼望去，好几处都在爆炸冒烟。住宅大楼陷入火海，街道散落建筑碎片，居民往外逃，手机接连传来避难警报。Majo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srael has launched what it is calling a preemptive strike on Iran. מטוסי חיל האוויר השלימו מהלומת פתיחה שכללה תקיפה של 10 מטרות צבאיות ומטרות מתוכנית הגרעין במרחבים שונים באיראן. 以色列指控伊朗已经累积足够材料，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15枚核武，必须采取行动代号“狮子”的力量摧毁伊朗核设施。This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o Israel's very survival. We will not le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regime ge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apons. 纳坦雅胡警告，攻击将持续很多天，督促以色列人寻求庇护。
耶路撒冷响起空袭警报，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防止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发声明撇清关系，说美国没有参与这场攻击。伊朗当局一再强调，他们浓缩铀计划是为了发展民生能源，没有要打造原子弹。不过，川普不买单，坚持伊朗就是不能拥有核武。Well, I'd love to avoid the conflict. Iran's going to have to negotiate a little bit tougher.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mminent, but it looks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could very well happen. 潘院长，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刚刚所说的，他用狮子的力量去主动出击。一方面，他说他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存在性威胁；二方面，现在是第6次这个核谈判。可是，在谈判前夕，以色列担心，如果谈判结果对伊朗有利的话，会喘息空间。另外，过去1年呢，在整个一个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中东地方它这些像周边的一些问题都解决差不多，所以呢，它等于在伊朗的地方的周边的卫星或者是旁边的一些影响力降低了，所以呢，它这时候攻击呢是最好的。当然，美国是一个关键因素了，他事先知道，但是他表明不介入。不过，我想我们去看一下把所有资料都收集一遍，先看到了后续影响了就如果从中长期来看。伊朗强烈这个反击威胁，声明会精准报复。他特别讲精准报复这个美军基地只是他不排除而已。但如果美国没有介入，没有明显的介入痕迹，他也不会去打击。可是国际的油价飙升像昨天晚上就很明显了，道琼大跌原油标价7%那个道琼跌了700点，然后标普跌500点大跌1.4%。避险像黄金、诸如此类的等等都飙升，美债跟日元也都飙升了。那么有可能到最后引发的是中东的全面的一个冲突。另外，海上航道的攻击或者代理人武装升级行动，美国必须要准备好，就是因应伊朗这盟军更大规模的报复。短期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占优势，可是是短多长空了。因为长远来看，伊朗要重启地下核武的机会很大，它可以重启地下。或者是把它的设备往更深地下，因为那个山洞很多水很少，可以往更深的地方去迁移。那过去呢，确实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跟也门、巴勒斯坦等等代理人势力减弱。那这次如果真的以色列能够乘胜追击，也有可能不排除说伊朗在这一次呢，它进一步的一个瓦解。所以这里谈了5个未来发展，一个是伊朗强烈的反击威胁声明说会精准报复。第二个，区域跟全球能源市场震荡，这个表现在股市上smart money 呢出现。第三，区域紧张升温了万一这全部的解决怎么办呢？第四，抑制核武扩散跟军事遏制的意图非常明显。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希望它拥有核武，也不希望它扩散它的一个力量。最后呢，伊朗的抵抗轴心可能到最后一步，如果这一次它没有反击力量，不能明显的展现出来的话，很可能它的抵抗轴心在这一次呢，就是进一步的被瓦解掉了。好吧，我们看金价，我刚刚再一看，已经上了3400以上了那油价涨12%而且伊朗说我一定会严厉报复，所以市场担心局面会不会失控那金。以色列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中东的一个核心的乱源了以色列呢怀疑谁他就打谁美国支持他打，美国不支持他照打这个以色列现在呢，已经没有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力量呢，可以去节制它。在他攻击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在这个美国跟伊朗进行的伊核谈判来讲的话呢，美国有无可退却的道德责任。当初在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时候，达成这个伊核协议，好不容易达成了伊核协议，那时候以色列就很不爽啦。这个以色列呢，从来都不爽，在他的边边，这个伊朗这个什叶派大国，能够拥有，就算是发展民用的核设施，他也不愿意啊。那时候他就很不爽，所以那时候纳坦雅胡就以色列跟奥巴马的政府非常的不合啊。然后他到这个美国去，还掠过了这个白宫，那美国也奈他无可奈何，就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到了川普2.0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退出伊核协议，现在这个2.0是川普自己要谈的，不是伊朗去巴巴的求着这个美国要谈的。好不容易谈了1回合、2回合、3回合、4回合、5回合、6回合，到这个时候，
以色列就眼看着呢，他可能要谈成了，他觉得不得了了，这样子不能够握他之策啊，握他之策，岂能容这个伊朗能够正常的发展呢？所以呢，美国就算不同意，他也动手啦。所以今天虽然说这个卢比欧呢，他在强调说啊，美军绝对没有美国没有参与，美国事前怎么可能不知情啊？美国事前就是知情。然后呢，川普呢，美国政府呢也私下通知了一些的盟国。然后呢，以色列呢，他就是他已经筹划了几个月了，他才能够这么的精准的掌握这些情报，然后把他们的核子科学家，还有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就能够精准的打击，让他死。我昨天呢才在新闻里面的时候呢，讲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国防部长，他说他们希望谈判呢能够顺利哈，但是如果说这个不顺利，因为美国已经宣布他们要那个非必要的人员要撤出中东啦，他说所有的美军基地都在我们伊朗的这个射程范围内，一旦呢就是任何一方有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呢，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瞄准美军基地。然后这位呢，今天已经死了的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他说，伊朗已经为任何战斗准备好升级版的导弹。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没有用啊！就是说，以色列呢，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你，你们这些人通通都是我的囊中物，太可怕了。他们规划了几个月，从情报的搜集，准确的去知道说他被他怀疑的。有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地方，然后革命卫队的这些科学家在什么地方，全部精准打击。今天美国有什么样的责任，有什么样的脸面来说，他对这场的这样子引发中东的升级的态势，他没有必要负任何的一点道德责任吗？美国这个国家，你能够信赖他，你能够跟他谈判吗？伊朗多倒霉啊！美国根本不管他喜欢谁，他干什么事都是好的；他不喜欢谁，干什么事都是坏的啊。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川普那时候，美国前几任都不敢的把这个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其他国家都不敢，川普就敢做这个事啊。这表示川普对以色列其实非常支持的了哈。那当然从这边也看得出来，这个首长的行程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什么赖清德啊，什么吴钊燮旁边那些人泄露行程，我都很紧张，因为你行程泄露以后，他真的要干掉你，随时可以干掉你的，他只是不干而已。要干像以色列，对不对？什么总司令，什么参谋总长，我知道你的行程，我随时就可以让你死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生日要到了哈。然后呢，这个6月14号，然后就明天了，台湾时间明天，美国比我们稍微晚一点，然后还办大阅兵，那川普当然不是说因为我生日，他要办大阅兵帮我庆祝，他说什么多少几百周年啊等等，找个名义了哈。当时全美国1800个社区，50个州都串联说呢，这叫做无王日 ，No King's Day， 没有国王。他们就讽刺川普是国王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整个串联的活动要登场了哈。那川普当然很生气了啊，他说我不是国王，我不是国王虽然我很想当国王，但是我不是。我们看一下。There are several No Kings protests planned across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as well.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ose? What are they? No kings? No kings. What, no king? No kings. I don't feel like a king. I have to go through hell to get stuff approved. A king would say, I'm not going to get this. A king would have never had the California mandate to even be talking to him. He wouldn't have to call up Mike Johnson and Thune and say, fellas, you got to pull this off, and after years we get it done. No, we're not a king. We're not a king at all. 他说国王我还需要你们各种签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还需要打电话给你们这些人，叫你们调兵，还有理会加州那些什么州的规定。我国王还不是啊，还不需要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国王啊，我们完全不是啊。I wish I was a king, but I'm not a king。那加州提告成功川普派国民兵驻洛杉矶，法院下令归还指挥权，就是
国民兵的指挥权不是总统，是州长。要把这个国民兵的指挥权还给加州州政府啊。那川普除了这个我们先看看川普要办这个大游行办阅兵然后呢有这么多有人说1200，有人说1500个城市要集会反对他。来，小牛。这美国国内的压力基本上是处于越来越巨大的一个状况嘛，在他们国家现在面对几个挑战，第一个是政府财政的赤字节节上升，那政府的效能没有办法有效来发挥；第二个从经济面的角度来讲，贫富差距的扩大跟物价的上升，其实造成国内这个非常多的压力。那第三个是从社会面的角度来分析，基本上从川普第一次上台到现在，连续几次，即便有所谓的政党轮替，但是社会在这个基本上是越来越极端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极化的问题，造成社会撕裂的问题。这凡此种种，其实都有点内战的前兆。这是美国自己里面的分析，政治的分析师里面甚至都有在预警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川普口中声称他不是国王，但基本上他第2任上台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完全僭越了这个民主的建制嘛。包含跟国会的沟通、取得民意的同意、社会的认同，他是完全不管的。他为了求速度、求快速，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可以从他之前在这个加州这一段时间，甚至要直接越权去派国民兵，你可以看出很大的例子是，他其实心里是很担心的。虽然他在外面表现的一副就还是一样，照他本来的嘴炮风格讲的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但是其实我认为他是非常担心美国国内出现大量的动乱。一个国家大概也是被逼到没有什么路好走，没有什么题目好做宣传，才会寄期望于大阅兵跟爱国主义啦。他大概是往这样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同时，美国的民间其实已经有点看破他的假象。你越担心我们乱，对不对？其实加州的案例，你为什么要派国民兵？因为你怕乱，而且越乱越大。那川普越担心大家乱，他就乱给你看。所以他同时有在好几百个地方，然后进行示威抗议。其实这个示威抗议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再显示，这从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执政风格，你如果跳过所有民主的机制，到了最后你还是会被民意所反噬的。所以他到底能不能稳下来，现在大家都在看。所以大家很难想象美国变成这样以前大家是说，全世界实施总统制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成功，就是美国，其他什么中南美啦、拉丁美，什么都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就美国成功，就美国现在也变成这个样子。你就是想都想不到，好像国内在打内战一样你能想出美国以前的美国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吗？好吧，关税，因为川普跟中国已经搞了一个关税什么框架协议嘛，所以他说其他的这个主要的贸易国家10几个，两周里面他们会把协议呢寄出来，就是说能够谈好的当然很好，谈不好我就寄给你，告诉你我就要扣你多少关税，我就寄给你了2周内要寄出那到底对台湾怎么样？到现在搞不太清楚然后呢，他跟大陆主要是谈稀土了。大陆呢就是好稀土我松绑主要7种特别是那个稀土做的磁铁。但是呢，这个对美国的企业的许可呢，6个月之内让你出去，6个月再说为什么呢？我要留一手我不能就答应你那另外呢，黄仁勋很担心说，说你美国继续管制晶片，尤其管制他那个 H20，所以你看跟川普交朋友是没用的。黄仁勋自己跑到白宫去，对不对？这样子这个书城，我投资你几千亿美金的这个工厂，增加你就业机会，然后呢，川普呢跟马斯克吵架以后，在白宫还把黄仁勋叫上去，说外面还猜说将来这个黄仁勋可能就取代马斯克了，做科技大佬，他就要求一下说 H20让我去吧。对不对？你不去，他这样会有发展的。将来谈到发展好，也不买我的了。那美国是白白损失几十亿、几百亿的生意吗？而他慢慢自己也搞起来了，川普就不理所以黄仁勋很担心，说呢，中国还有华为在那边造他不是死人，全世界1半的 AI 的研究人员都在中国大陆你都不要这些人，你应该把这些纳来为你所用嘛？你怎么主角让他在大陆发展呢？听不下去政治，因为黄仁勋想的是经济，川普想是政治，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人士说呢，中国跟美国相互依赖，也相互牵制，所以呢，基本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又依赖又牵制那另外呢，说辉达的供应商也遭殃了，德国机械设备厂示警，原材料供应瓶颈已经冲击德国的制造，很多需要稀土的甚至美国几个汽车公司都停产了。没有汽车，很多东西做不出来，引擎做不出来，发电机做不出来，很多做不出来的那川普想说延长了，本来是7月9号嘛，3个月，他现在说只要跟我们好好谈，有诚意，像欧盟这样，我们可以再延长，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经贸代表团在伦敦谈了2天，有正面结果。川普说，美国获得55%的关税，中国获得10%，两国关系非常好。中国会供应必要的稀土给美国，而美国则准许中国留学生继续在美深造。What the president heard, he liked. China has agreed to open their marke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parately of this deal. And when it comes to this deal, we're going back to the terms that were agreed upon in Geneva for the release of some of those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 magnets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没有解禁高阶晶片，靠中国留学生让美国换稀土，有这么简单吗？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hat China agreed to ease rare earth export licenses, but only for 6 months, suggesting Beijing wants leverage in case those tensions flare up again. 西根分析，川习通话后，伦敦会谈的结果只是回到4月关税解放日前的原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暂时松一口气，因为汽车重要原料之一稀土暂时解禁。稀土广泛用在美国各大工业，包含石油精炼、电脑、钢铁、冶金制造、光学玻璃、强力磁铁、萤幕显示器，你想得到的科技产品都需要稀土。They are not so optimistic about this, saying that this is just a temporary truce, as there are still long-standing trad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川普预告，未来2周内将跟各国谈单边税率，而至于对等关税暂缓90天快到期，18个主要贸易伙伴可能继续延期，毕竟高关税让美国经济也吃不下去。来，志涵。好，从川普呢，他在上任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一再说 "I'm not a king, but I wish"， 所以从这个 "I wish"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头到底是想要心之所向是哪边了嘛？那么刚刚呢，其实这个牛委员也提到了，其实他所作所为完全就是在展现一个总统帝制，他高度的展现了什么叫做总统帝制，还有他的权力可以扩张到什么样的程度。例如说像移民政策，移民政策呢，它的颠覆其实不只是在于政策的颠覆，而是美国整体的价值的一个颠覆，还有关税、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开支的减少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相当程度违背了美国的价值，但是就是因为他一人一制就可以主导到这样的程度。另外，我们又看到美中的这个谈判关税搞得全球大乱之后呢，现在开始呢要暂缓。虽然说这个稀土的这个目前好像有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状态，不过呢，它也不过就是6个月的区间。那么6个月之后，到底谁会比较痛？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是比较擅长打长期抗战的，但是美国持不持久呢？这恐怕未来也会造成这个川普的压力。另外就是现在的中东的局势了，虽然说美国想要撇得一干二净，说他们并没有出手，而且要划清界限，也中断了他们主要的官员要到以色列来拜访的这个行为。可是呢，未来以色列会不会继续来给他制造压力？那么另外就是他本土派，就是在保守的这个 Mega 里面呢，过去都是一直希望说，在美国的部分呢，不要再去插手中东的泥淖。那么未来以色列会不会给他更多的压力，让这个川普不得不插手？所以综合以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期间，为什么美国这么乱？不就是某种程度它缺少了民主的监督制衡，而是它一心一意的朝向总统独裁制，甚至这个总统的帝制、总统专制路这样子在持续的往前进。而这样的专制路呢，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看到会不会导引成一个美国的内战，或者是说内部分崩离析，不管是社会制度，还有呢整个的贫富差距直线的往上升，造成美国更多的内部压力。其实我觉得呢，未来的局势真的是非常的混乱。雷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川普在这个中美会谈呢，他这个会谈前跟会谈后，他的动作都非常大，因为他就是要在他的第2任期塑造一个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国际各个强权呐，合纵连横呐，甚至呢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他可以控制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你看到这个伦敦的马拉松谈判20几个小时，川普讲话讲得很大声，讲得很快，他就马上的说，我这个协议啊是完成了，就等待自己跟这个习近平主席正式的批准。然后他也披露了这个细节，包含这个中国可以预先供应稀土跟磁铁，允许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读，然后还有美国对中国征收55%的关税，但是我们美国呢，我们这个中国只征收我们美国10%，所以他就是要把自己这样吹得很大。但如果你详细的去看里面的内容，其实实际的细节还没有公开，甚至美国也说，我们不会公布任何的这个书面协议的版本，所以看得出来，其实美中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根
本都还没有解决，像是贸易顺差呀、产业倾销呀、技术的竞争等等。那中国这边其实也安安静静的哦，好像就是任由川普这边就是对外的宣示，所以看得出来呢，其实是两方的一个竞合的关系，就有点像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彼此呢是有点策略性的停火、阶段性的停火，所以各取需求。但是如果反观我们自己，中华民国我们自己的处境呢？赖清德治理下台湾这个关税的清单哈，我们会不会很快就收到？是 email 很快的收到呢，还是这个平信寄过来，还是挂号信寄过来？我觉得我们很多这个台湾的中小企业哈，甚至是大企业，大家都踹雷弹啊，台积电就这样过去了，关税未定啊，黄仁勋进白宫，感觉交情很好，现在也被川普倒打一把，所以我们倒是要问赖清德。这样子的美中竞合关系，我们台湾最后得利可以在哪里？休息一下再回来。